塞，好看，真的回忆呀。是不是在家里看过好多遍了？对，我都只看我自己的地方。看多少遍？哦，数不清啊。小鱼看了多少遍？我都看大家的地方。王子，我也看大家的地方。记得回去的时候就庆功宴嘛，那庆功宴基本上我们就是比较忙碌，就没有时间跟大家好好的休息。那庆功宴完一结束以后，我们就突然回到家，然后那时候我们一到家突然就是，敖犬，我们看好像开演唱会吗？好像没有哎。对，就是一种很突然，一瞬间，然后就一瞬间又回到家。我觉得好假啊，那个好像是做梦一样。而且那时候家里都没什么家具，然后一看说家徒四壁这样。然后这里是哪里？风吹过来，还在冬天呢。就是在台上的时候，我还问阿伟说，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来不及回那剧场那时候就很奇怪。哇，我能够明白你们那种心情。刚说要办演唱会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我就心里在想说，会有人来吗？会不会？你担心没人买票？我很担心。那时候我想说，那会不会来了只是像那种签唱会那样2、3千人、1、2千人这样子而已？不过那时候我们在台北开，那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全场了之后，我们就觉得说，哇，其实很多人有看到我们努力这样子。那一瞬间是什么时候？我有偷看一下。对，我有把那个布幕拉开一下，头探出去看。吓到了吗？当时？哦，吓到了。而且那时候在舞台上的时候更紧张，哇，那个全场每一个人的脸都几乎快看不到了，因为都很小一颗这样子。对，我们开场是从天而降嘛，6个榜在天空然后下来。其实我很怕，因为我有惧高症，然后又那么多人，我看到很多个头一直动，然后我在空中，其实我是很想要逃走的，可是又被绑住了。然后就觉得就是谁要来救我啊？对啊。可是一降下来之后，我脚两腿是一直抖。是很兴奋的抖，然后可是过了10秒之后，整个就是一种享受，对啊，我觉得我很庆幸我运气那么好，可以跟我5个兄弟在这么好的场地，然后开我们的就是演唱会，达成我们的梦想。我听说你在自己的个人表演当中是出了一个很大的状况的，就是算是我这辈子的没有预料过的事情吧，就是。我是一个最帅的出场，飞起来弹跳舞台，结果居然是因为那个东西让我的裤子就是扣子掉了，然后我在空中的时候我是这样，在空中的时候我还看到他扣子这样，慢动作哦，然后就开始跳，那种挣扎其实是台下的人不会看得到的，对啊，但你还是要因为我的那个内裤都被看光了。而且我那天内裤穿有点花，对，有点后悔。敖犬在表演完之后，他下台的时候一直跟我们讲说，刚才是不是很丢脸，或者是很糗这样？但是我们一直给他就是良心的安慰，就说没有怎么样之类的。然后之后就发现敖犬就突然我喜欢这个就消失一阵子，然后之后就发现敖犬怎么不见？可能那时候大家都在忙自己的，也没有准备那么多。之后才发现敖犬去厕所偷偷哭。对，以前他在棒棒糖里面就是班长，或者就是舞王就是第2名，所以大家就会对他的期望就是舞王第2名是第1名啊！我刚还没仔细听。表演有时候就不是这么完美的，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才能让你的生命有一些回忆，这样子，对啊。所以我觉得这我学到一课，就是之后就是你还是要尽全力去准备，但是。会突然发生什么事情是大家都无法预料的，所以就可以跟大家说，就是你们也可以这样子去面对人生。好，还有学妹说，我觉得就从那个演唱会啊，或者是不管做什么棒棒糖大小事啊，我觉得特别要感谢的就是歌迷。其实，在前一天晚上的时候，我们有偷偷就是开着车，然后去那个小巨蛋里面绕了一圈。一来是很怕，但是没有人。但唱片公司跟我们说已经有人在排队，然后我们就去看的时候就看到。真的有一些我们的比较很忠实的一些歌迷，不管是台湾或者是内地啊，很多海外的朋友都有来，然后他们就在那边过夜。有时候会觉得我们何德何能？坦白说，我们不是说每个都很会唱歌，不是说每个人都很会跳舞，但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才艺，但是就是好像没有可以让歌迷这么辛苦，然后来看你这个表演的一个筹码。所以看完他们之后，我们就变得更有那个信心，想说我们应该回去再练几次，或者再对一下明天要准备的东西。威廉呢？坦白说，我的压力最大的。如果这个团体少了我，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点？
我很多位置其实舞蹈位置都是跟阿伟是相对的，所以我们在跳舞的时候会互相眼神会有交流，他会对我笑一下，那我就觉得哇，我的同伴给我勇气，那一刻其实我就觉得哇，我能量很大，我可以搞笑给大家看，我可以把我开心拿给大家看，我觉得这是我的福报，所以我很开心，就是有公司的人 Andy 哥，然后我们6个所有的歌迷这样子一起陪伴我们这样子长大，我觉得蛮开心。那小杰在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，给你最大勇气的人是谁？其实最主要是他们5个，还有 Andy 哥。那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，因为我一直不断的在挑战我自己，而且在小巨蛋那天有发生一个意外，我受伤了。我没有习惯说舞台下面那个走道什么的路线，那我很紧张。后来我就站着跑，都砰一声，我头就撞到那个鹰架，我就整个躺在地上。然后工作人员很紧张，因为我一段时间没有站起来，他们冲过来说有没有怎样？我说没事没事。就一回去到下午梳化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这边都不能动。那你跳舞怎么办？晚上那时候其实举不太起来，因为很痛，你再一举起来就会痛。可是我一想到他们5个，就是大家已经准备这么久时间，然后我觉得说不能因为你这一点伤你就放弃，所以我就不行，我就豁出去了。就算这是最后一次表演好了，我也要把它表演好。一升上去的时候，其实我那时候还是紧张的。后来我就看阿伟一下，阿伟就对我比一个这个动作，我就好，我放手去玩了。我布幕一拉下来的时候，我就直接享受那个过程。对。对于棒棒台来讲，他们仅仅出道2年的时间，就已经成了华语演艺圈人气最旺的男偶像团体之一，所以很多话也会跟着来。为什么你们这么红？你们凭什么这么红？欢迎回到背后的故事演播现场。为什么你们这么红？你们凭什么这么红？这题我们都答不出来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应该说，像刚刚以上讲的，都有人讲过。那我们也在 BBT 各个论坛有看过，就说棒棒糖你们又没有谁帅，然后你们凭什么可以这么红？那其实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来讲，就是因为可能我们这些东西不及他们，所以我们开了另外一道门去闯，然后让大家去喜欢我们。可能在外形上，我们身高没人高。你不要提到身高这个东西啊。我觉得就是身高不是距离啦。对。其实我觉得我们给人家的感觉是比较没有偶像的那种距离。对，因为虽然我觉得公司一直想要把我们打造成偶像团。